大家好，今日係2024年嘅6月24日啊！今日講下八卦喎。咁啊，點解呢？自從呢《人類大歷史》呢本書出版咗之後呢，好多人對八卦呢另眼相看啦。因為作者指出呢，我哋啊同埋我哋嘅祖先，即係現代智人啦，點解能夠喺咁多物種裏邊啊脫穎而出呢？就係因為我哋擅長講八卦。擅長講八卦咧有咩好處啊？顯然易見啦，就可以建立到個圈子。譬如講是非，就講阿 A 同阿 B 話原來有矛盾嘅喎，阿 C 同阿 D 咧有桃色關係喎，阿 E 啊原來佢唔係佢老豆嘅仔嚟噶，佢有另有生父噶。你講呢啲咧就透過講人哋嘅是非 bad mouth 其他人，或者係講一啲無謂嘅嘢，就可以咧團結到你個圈子，令到我哋共同擁有一啲秘密喎。我哋共同擁有一啲咧。我哋自己先知人哋唔知嘅嘢喎，呢個令到我哋嘅團隊呢係會更加團結啊，出去捕獵啊，出去打仗啊，咪更有效率咯。咁所以呢一個係現代智人點解贏咗尼安德特人，點解贏咗丹尼索亞人，點解會打贏啲野狼群啊，打贏啲獵狗啊，其實就係咁嘅原因啊嘛，就係因為我哋能夠趨吉避凶，透過咧講八卦，順便分享埋啲資訊啦，邊度打獵會有危險，邊度採摘生果咧係有效率，邊度咧個地方係更加揾到水源嘅容易。咁呢個就係透過八卦就互相分享到資訊，有好處嘅。好處多到點呢？多到喺2019年咧，牛津大學咧直頭出版咗一本手冊，就係叫做牛津手冊關於八卦和聲譽的研究。咁呢個手冊咧就好明顯啦，就係研究唔同嘅行業，譬如話公司裏邊、大學裏邊、同學裏邊講八卦有咩好處？個結論咧就係話，如果你講八卦嘅題目咧唔係同你自己團隊或者公司或者圈子裏邊有關咧，一般咧就會有好處多啲嘅。就譬如話講下英國個皇室嗰啲嘅緋聞啦，講下呢個嘅凱特王妃嘅病情係點樣啦，講下戴安娜之死有冇疑點啦，呢啲咧就可以咧團結到個國民嘅話題喎，團結到公司，團結到團隊，講下啲球星之間嗰啲啲鬥爭啦，講下啲 NBA 而家合約啊，邊啲人要續約，邊啲人咧係會被賣走嗰啲嘅傳聞喎，咁講八卦咧就可以打開話題，分享資訊，有好處嘅，只要個八卦唔好涉及到自己人就得㗎啦。咁啊，所以牛津大學嘅研究咧就出版咗呢個都有趣啊，係咪啊？咁啊，然後咧香港咧，我之前咧喺遊學收銷若元嗰個討論裏邊咧，我已經解釋咗啦。我嘅解釋就係咩咧？就係如果香港再係因為國安法而家直頭有23條啦，發展落去，我相信娛樂事業會重新崛起。呢個就當日3年前我嘅討論。個討論嘅原因係乜嘢咧？2-3年前個原因就係話喺8964嘅時候。就係因為政治突然間冷卻咗，咁所以90年代咧，大陸嘅娛樂文化又崛起咗啦，咁啊，然後呢個嘅魏晉南北朝嘅時候又係咁，司馬氏、曹氏咧分別咧做咗聯臣賊子，結果個前朝嗰啲忠臣啊，梗係唔敢出聲啦，咁然後咧講道德嘅、講國家大事嗰啲，亦都動輒得咎喎。咁所以最後佢哋轉向咗講宗教咯，講佛學咯，講道教咯，講詩詞文學咯，娛樂文化咪崛起咗咯，咁啲五石散嗰啲咪流行起嚟咯。咁呢個咧就係轉向啦，就透過咧講一啲無關痛癢嘅嘢，去避開咗我哋生命嘅風險。咁講無關痛癢嘅嘢咧，就亦都係滿足到我哋要討論話題嗰個生理心理嘅需求啊嘛。咁呢個係有道理嘅。咁所以咧，可伯何太呢單新聞持續咗幾個月咯。甚至乎 Facebook 開埋關注組，李龍基、黃青霞又講咗幾個月咯。咁而家咧，歐倩怡、郭晉安亦都持續咗1個月啦。以前咧講羅志祥、鄭秀文、黃心穎嘅時候咧，係冇咁熱鬧嘅，一瞬即逝嘅。講王力宏講幾日就完嘅咯，除非有新嘅資料爆出嚟，咁你越爆咁可能都係討論1-2日啦，就唔會好似而家咁關注組每日都有人講嘅，啲所謂嘅 KOL 咧每日都有人討論緊呢啲題目嘅。咁當然第一個就係同社交媒體興起亦都有關係啦，因為以前咧就係睇八卦就睇下雜誌嘅啫，睇下陳健康點，睇下呢個嘅呢個嘅咩東周刊呢一周刊就睇呢啲咁嘅雜誌嘅啫喎，今日睇真啲。咁倪匡同埋即係倪震同埋周慧敏嘅離婚，咪睇呢啲雜誌去追咯。咁但係而家唔同啊嘛，社交媒體興起，你又可以講埋喎，你可以留言，你甚至乎拍埋片嘅喎。任何人都係拍片嘅，任何人都係錄音嘅，去分享自己嘅意見，咁所以變成咗八卦咧就放大咗好多啦。咁呢個我認為有2個原因，第一就係政治嘅冷感有關係，第二就係呢個嘅社交媒體嘅興起有關。咁所以咧呢度涉及到一個問題啦，就係KOL 咧點樣去選擇話題去講咧？
咁因為咧講八卦嘢咧，一定係會多人睇喎，有研究都支持我呢個數據噶，尤其是講負面嘅八卦嘢，咁呢個就加州大學嘅研究啦，呢個加州大學喺2019年嘅研究，咁當然啦，佢針對嘅對象係美國人嚟嘅，咁所以係咪一定同華人完全係套得入咧？呢個就要有待討論啦。咁咧佢有啲嘅結論咧，同我哋咧想象中有啲唔同嘅，譬如話佢話原來講八卦咧，多數都係女性講嘅，呢個係同我哋一般人嘅印象應該係相符啊。但係咧，佢話女性咧多數係講正面嘅八卦喎，譬如話女性咧傾偈咧，幾個師奶一齊傾偈咧，就會講下邊度買衫平啊，邊度有折扣啊，邊度咧容易去買到新鮮嘅蔬菜啊，或者咧會講下啲傳聞啊，喂邊度咧個三文治係會有病毒噶，邊度咧個廁所好污糟嘅。咁好多咧八卦咧係涉及到傳聞嗱，八卦嘅定義係咩咧？通常一啲未經證實嘅傳聞，呢啲叫八卦而呢啲未經證實嘅傳聞咧，可以係正面同負面嘅。譬如話邊度有折扣，我聽下邊個講啊，嗰度買嘢有折扣喎，咁呢啲咪正面嘅咯。負面嘅就係話，哇，我知道戴安娜之死咧，原來有一個不可告人嘅陰謀喎，咁呢啲咪負面嘅咯。咁所以咧，佢就話女性咧多數係講正面嘅，男性就相反喎，講得多啲負面嘅八卦新聞多嘅喎。呢個係第一點啦。第二點咧就係話，喂，原來咧有14%嘅人啦，至少16個鐘頭裏邊會有1個鐘頭左右係會關注八卦嘅，會去上網聽八卦嘅嘢啦，上網睇啦，或者自己參與討論喎。咁而講負面八卦嘅人咧，係比講正面八卦人咧多好多，多一半左右。咁就係講正面八卦咧喺受訪對象裏邊係376人，講負面八卦604人。咁所以由此可見啦，如果作為一個 KOL，或者作為一個網台嘅主持、網紅、時事評論員，任何嘅角色都好啦。總之喺網上或者係電台、電視台講資訊嘅人，咁你講負面八卦咧，就能夠長期保持到流量。講下啲講體育都可以講八卦㗎。邊個會同邊個簽約啊？而邊個會俾邊個球隊拋棄啊？邊個俾邊個兄弟出賣啊？任何嘅題材都可以講負面嘅八卦嘅。皇室之間又可以講負面嘅八卦，娛樂政治都得嘅喎。咁總之，如果你作為一個 KOL 咧，你網上長期係放呢啲八卦嘅負面嘅新聞嘅評論，咁一定係可以長期保持到高點擊率嘅。因為14%嘅人每日至少花1個鐘頭去聽八卦嘢啊嘛，其他有啲人咧冇1個鐘頭，可能都起碼半個鐘或者15分鐘啦。咁所以你一日拍2-3條八卦嘅片，講一啲未經證實嘅謠言，咁就可以保持到多人睇嘅熱度咯，咁就可以賺錢嘅，因為你網上講說話就會有廣告費會有流量咁就可以繼續保持你嘅知名度，又都可以咧多人 subscribe 咗，甚至乎獲得一啲嘅忠粉添，咁所以講八卦咧，對於 KOL 嚟講咧係一個好常用嘅課題，我自己都講嘅。雖然咧我而家咧好少講時事新聞，其實咧講時事新聞我10之23嘅啫，我大部分都係講社會經濟同埋歷史。咁間中會講啲娛樂啦，咁講娛樂，我以往講咩呢？我今日咧呢個題目其實講所謂嘅 KOL 或者叫時事評論員的道德修養啦。咁我就即係先講下我自己近年嘅準則先啦。譬如話我之前咧有講過王力宏我講王力宏咧到底同佢嘅前妻個關聯係點樣？咁我拍咗一啲嘅影片去分析，咁結果咧就係台灣有報章、有媒體、有電視台都會引述咗。我嘅分析就係從呢個嘅童年情緒受虐有關。其實我唔係專門講王力宏嘅，我就從王力宏呢個新聞講一個普遍嘅社會現象。童年情緒受虐咧，往往就會長大到咧就會有性成癮嘅關聯。然後我就引用一啲論文去解釋呢個樣嘢咁呢個就係台灣嘅啲報道都有引述到呢個咁嘅講法啦。所以其實個重點我唔係講緊王力宏同埋李靜蕾嘅，而係講緊一般人點解會有性成癮同童年嘅關聯有咩原因。所以我係會借八卦嘅新聞咧，而講一啲綜合嘅社會研究、綜合嘅一個社會現象。呢個就係我講嘅方法。我講羅志祥、許志安嘅時候都係點解有啲人會一腳踏幾船啦？喂，呢個係從演化生理學啦個角度去解釋嘅，可以係而唔係針對羅志祥同埋許志安本人。咁所以我討論呢啲八卦新聞，我99% 都會從呢啲角度。最近我講到歐善儀都係嘅，我話歐善儀嘅離婚係唔符合咧呢個社會嘅期望。有啲人話呢個係廢話嚟㗎，因為唔符合社會期望，啲人鬧佢。咁或者啲人鬧佢就係因為唔符合社會期望。其實呢個係所謂嘅空廢發言tautology，所以呢個套套邏輯嚟嘅。有啲人係指出咗。咁
咁但係咪咁樣呢？我就話佢唔符合社會期望啊嘛，唔符合社會期望係講緊社會特定嘅因素喎，就因為喺而家嘅社會上面，好多人批評佢就話，女人呢就離婚唔應該呢係拋棄仔女，你離婚咪離婚咯，離婚都要照顧埋仔女㗎，你拋棄仔女就拋夫棄子，個老公年老啦，供你讀書如何如何，咁呢個咪就係個社會期望咯，呢個社會期望咧喺特定嘅社群裏邊先出現嘅喎，可能喺歐美就唔會出現呢個咁嘅情況啊，歐美覺得男女平等。可能呢個情況就冇咁嚴重嘅咯，或者離婚之後唔應該講前夫嘅壞話，唔應該咧上電視台、網台訪問講係 dating app 咪即係約炮？喂，咁呢個又特定時空喎，喺華人社會可能覺得約炮係唔啱，喺歐美社會覺得約炮又冇乜問題嘅喎，特定時空。咁即使歐美社會都有兩班唔同嘅支持者㗎。喂，左翼嗰啲所謂進步分子、婦女解放者覺得哇約炮咪約炮咯 ，dating app 咪 dating app 咯。有乜問題啊？呢個係女性自主、身體自主，佢哋有佢哋嘅意見喎。而保守群體嗰啲覺得唔得喎，呢個違反基督教教義啊，如何如何？喂，呢個就係有特定群體嘅意義啊嘛。所以我透過歐善儀嘅新聞解釋，其實就解釋緊香港人而家嘅關注呢啲新聞嘅道德，佢哋嘅道德取向係點樣？我就唔係講緊歐善儀本人啊嘛，係講緊道德取向。嗱咁啊，呢個咧有兩個好處，第一就獲得咗流量啦，因為講呢啲咁嘅新聞就合乎頭先加州大學嘅研究，啲人嘅關注點。但係咧，亦都合乎到第二樣嘢，就係分享知識，就唔係純粹講個新聞個對象係點樣。點解唔能夠直接講個新聞對象呢？唔能夠直接講王力宏，唔能夠直接講羅志祥或者係歐善儀呢？唔應該對何太有直接嘅評論呢？呢個就係好重要嘅，因為咧我哋所獲知嘅資訊咧係好有限嘅資訊。可能係10之1、2嘅資訊嚟嘅啫，而後邊嘅故事背後係點咧？佢哋係未必披露俾我哋睇噶嘛。咁所以咧，你係輕下判斷，而輕下判斷咧有最大嘅問題係咩？咁當然就話咁講至好聽啊嘛，係嘛？評論員如果呢樣又唔敢講，嗰樣唔敢講，咪唔好聽咯。係咁你狠辣嘅評論，梗係好聽噶，梗係會吸引流量噶。咁但係咧就會有兩個問題衍生啦。第一個問題就會對人造成傷害，因為你獲得嘅資訊有限。如果你將嗰啲說話講到好死好滿嘅話咧，其實係會對其他人咧造成咗影響嘅。譬如話藍可兒當年即係離奇死亡，咁啊全民做咗網絡偵探，然後又指控邊個同呢單新聞同呢單案件有關係，結果會造成咗其他人嘅抑鬱甚至乎輕生。咁呢個係會造成咗傷害嘅，尤其是所謂嘅評論員啦、KOL 網紅邊度都好啦。你上網講，可能好多人聽過，以千計、以萬計、10萬、8萬計，其實就係即係會置咗把殺人刀，會影響到人哋嘅聲譽。因為你掌握嘅資訊有限啊嘛，所以你只能夠講一啲唔能夠咁圓滿嘅說話，唔能夠講好狠毒嘅說話，唔能夠講一啲咧係好確實嘅說話。咁有啲人話咁樣做評論員咪唔好聽，係啊，的而且確唔好聽，但係就負責任咯。呢個係第一點啦，係咪啊？第二點咧就係如果討論呢啲新聞咧，你長期咁講咧，其實觀眾咧始終係會失去興趣嘅，因為你長期講一啲冇根據嘅嘢，而不斷最後發展係被打臉嘅，又或者咧你長期講一啲係好毒辣、好狠毒嘅說話，負面情緒。咁咧，2019年嘅時候咪有好多呢啲咁嘅網台崛起咗咯，佢係流量好多喎，以千萬計一個月噶啦點擊率喎。咁但係長久下去係唔得噶嘛，因為聽眾咧佢花咗時間聽你，唔係純粹聽你發泄噶。好多聽眾係希望可以獲得一啲嘅資訊，獲得一啲真實嘅資料，獲得一啲知識嘅分享，咁先能夠長做長有嘅。否則嘅話咧，就短期咧可能會爆炸式增長，但係長期就好難啦。咁呢個咧，所以點解我講八卦新聞近年咧，我係完全淨係借八卦新聞而講社會背後，往往我都會用呢個論文去支撐。有啲人話你太過學術啦，總之佢係賤格啦，點解你唔直接話佢賤格啫？就係因為咁嘅原因啊嘛，因為頭先咁嘅原因，呢個所謂論KOL 的道德修養就係唔應該講說話講咁滿講咁死，因為咧你個權力越大咧，你個影響力越大，你對人嘅傷害亦都有機會越大嘅。清朝咧有一個叫石果山人啊，有一首詩咧就係寫得好好嘅，就話咧話到口邊留半句，你從是處讓三分，留得人情千日在，人生何處不相逢啊！所以講八卦說話嘅時候咧，唔能夠將啲嘢講到咁死。咁啊，而我認為啦，作為一個評論員咧，如果嗰件事冇公眾利益、冇公共性，其實就唔應該講。即使你講咧，就唔好直接去講，
就講嗰件事背後嘅知識，譬如話講下何太可伯，其實就冇公眾利益噶嘛，你就可以講下背後嘅知識，喂，到底何太可伯而家住間公屋合唔合乎公屋嘅資格，咁啊可以講啦，因為佢哋兩夫婦嘅事，其實同一般人係冇關聯噶，係咪？而佢哋仔女對阿爸所做嘅事，我哋所獲得嘅資訊係太少咯，而啲人咧就好似道德判官咁樣，網上就講啲仔女不孝或者個阿爸臨老入花槽新何太一定係佢嘅，呢啲所謂將說話講到咁滿，做道德審判啦，其實就相當危險噶嘛。咁啲無名無姓嘅網民都算啦，有名有姓嘅評論員如果咁講嘅話咧，咁啊好聽嘅，咁講至好聽，獲得短期嘅爆炸性瀏覽，但係可能對人造成傷害啦，而且咧長遠觀眾亦都會失去興趣。咁所以唔好將說話講到咁滿啊！咁啊，最後咯，咁啊有啲評論員咧，用最有效嘅方法，短期可以獲得人關注。其中咧，除咗講八卦咧，就係講攻擊，因為講攻擊其他意見唔同嘅人咧，甚至乎係同行係評論員咧，就又係最容易獲得瀏覽流量呢個所謂叫炒花生啊嘛最有效嘅。咁我會唔會講其他評論員咧？我有講陶傑，有講蕭若元啦，我有講文超，有講個明居正啊。但係一般咧，我就一係就解釋佢哋嘅觀點，我認為佢哋講完之後咧有道理，但係未夠清晰，我會解釋佢嘅觀點。如果唔同意咧，我就會同人哋商榷，我就話咁樣講咧係有一個漏洞喺裏邊嘅，其實應該如何先能夠填滿佢個漏洞？我就一係就係解釋，一係就商榷，我就即係唔會去攻擊人哋嘅觀點嘅至少近年唔會啦。啱啱初出茅廬10年前嘅時候，可能咧年少氣盛難免如是。咁但係近年咧，我就即係切記自己咁樣做唔好因為即使好似劉細良事件咁樣，劉細良事件有冇公共性咧？我就係從公共性去討論啊嘛。因為當所有人都話冇公共性嘅時候，我做咗2個考證，我就唔會因為我同徐少華嘅關係，我哋係非常之老友啦，而去攻擊劉細良係嘛？我做咗2件考證，第一考證就係話南華早報只係擁有嗰本書嘅1/4嘅版權，當時係冇人講過嘅。我喺陳橋事件嗰段影片講完陳橋兵變之後，就講到呢點，冇人講當時係1/4嘅版權，邊1/4就係南華早報只有相片嘅版權，但係冇呢個嘅相片側邊文字嘅描述嘅版權。側邊描述嘅版權咧，一係陳橋描述嘅，一係就係編輯描述嘅。如果陳橋描述嘅咪就屬於陳橋咯，如果係編輯描述嘅咪就屬於中橋互助社咯。係咪？然後咧排版嘅版權亦都應該屬於中橋互助社嘅。最後就係陳橋自己嘅自序，佢係肯定係屬於陳橋嘅。咁所以我係從呢個嘅知識嘅角度去解釋劉細良嗰個講法係唔合乎事實。我又冇攻擊過劉細良嘅咁當然我冇攻擊劉細良，即刻有啲人話咁你真係保良局啦。咁呢個咧亦都係搞笑噶啦。咁第二個我做嘅考證係咩咧？第二個我做嘅考證就係話俾人知係有公共性就係因為原來咧佢本書咧售賣出版前咧係講過話要義務嘅，亦都因為叫義務，希望咧啲人踴躍去訂購。咁呢個就會造成個公共性，因為你公開發售，話俾人知係義務，好有益對歷史係有記錄而呢件事係義務嘅，咁啊咪吸引到人去購買咯，因為覺得義務而購買啊嘛。而最後原來唔係義務嘅，咁呢個咪就係違反咗公眾利益喎，就係你發售時候嘅宣傳。好似正生書院咁，有啲人話點解正生書院我哋可以講就因為嗰件事有公眾利益啊嘛，涉及到好多人嘅捐款啊嘛咁有唔同嘅意見啊嘛，咁所以嗰件事咧，如果係涉及到公眾嘅利益嘅，或者涉及到法律嘅，咁我認為咧評論員咧大講特講係冇問題嘅。否則咧，如果涉及一啲未經證實嘅個人行為咧，尤其是嗰個人唔係有公權力嘅人，如果嗰個人係有公權力嘅，特朗普係拜登係英女王係呢個嘅威廉王子，咁呢個咧。大家係作為一個社會監督監察咧係有道理，但係如果嗰個人係冇公權力，係一個娛樂圈嘅人，係羅志祥、係王力宏、係歐善儀，對佢嘅評論咧係唔需要咁狠辣狠毒嘅對佢嘅評論你所知嘅嘢係有限嘅，所以咧係要話到口邊留幾句就唔能夠咧將說話講到咁滿，因為家家有本難念的經佢講出嚟係一個版本，背後係點樣咧？你同我無從得知嘅。而佢點解要咁講出嚟？面對過乜嘢原因要講出嚟呢？我哋係冇辦法得知。我哋可以討論周邊嗰啲嘅知識嘅問題討論下離婚或係嗰個資產轉移嘅問題，你可以講下呢啲知識性嘅嘢嘅。但係對人呢，到道德審判同批評呢，呢個係非常之危險。但係有效嘅，作為一個 KOL 係有效嘅。但係我只能夠用
喺2019年、2020年爆炸性增長嗰啲網台咧，到今天咧，佢嘅點擊由以前一個月有2000幾萬，而家一條片得幾千 view 嘅啫。咁啊呢個不能夠長久令到觀眾聽眾係即係花時間喺你身上咧，就一定係要有所獲益、有所獲得嘅。咁而且要開拓你嘅群眾，唔能夠淨係講小圈子嘅嘢咁所以我到而家咧有60%嘅聽眾咧都係嚟自海外，包括有10幾個%嚟自馬來西亞、新加坡或者係海外嘅群體，大陸翻牆嚟，就係因為要不斷開拓啊嘛。如果你越講呢啲新聞，其實越小圈子，最後你嘅 channel 咧就會係萎縮嘅咁啊攻擊人咧，亦都係實在係冇必要嘅。Anyway， 今日就講到呢度。我當然我啱啱出嚟嘅時候都有啦。我最初攻擊批評嘅就係蕭若元啦，所以後來因為咁樣我批評佢好多次，佢先請我去佢度做嘉賓主持啊嘛嘅話，即係面對面咁同佢討論。咁呢個亦都係年輕嘅時候難免啦。咁而家10年後我又唔同嘅睇法，希望可以借呢個機會同大家分享。好似好悶啊嘛，係嘛論評論員的道德修養，咁但係我覺得係經驗之談啦。Anyway， 今日講到呢度啦，收費平台 Patreon 咧真係好感激大家啦嘅支持。咁講中國近代史，已經講完中國共產黨嘅成立嘅，咁之後就會講呢個國民黨北伐咁情況。咁希望大家可以 join Patreon啦，15美元啦就可以無限重溫嘅。未 upgrade 嘅可以 upgrade 啦，未 join 嘅可以考慮 join，年費訂閱咧仲有 discount。多謝，拜拜。